大家好，在这一集呢，我想录制一段，就是我们该如何保住利润，就是利润最大化吧。就是我们现在在这个位置呢，黄金和白银，这两天跌幅比较大。那我们在这个位置呢，原有的一些空单呢，我们底仓是不变的，还是维持着底仓一直持有。然后在这个位置呢，那我们如何去让自己的一些利润可以守得住呢？就是不要被后面一些小的级别去做震荡的时候呢，去震出仓。那这个时候呢，那我们就要对自己的头寸管理，还有一些操作上的一些技巧呢，更加细分化。那我先大概说一下目前的行情吧。这两天从昨天到今天呢，黄金呢跌幅有400多个点，然后白银呢接近快$20的一个振幅，它的波动比较大。如果说你的方向做错，还有就是你的头寸管理不好，很容易在这个市场这两天受到比较大的一个伤害。那我们在这个时候呢，就是怎么讲呢？就是在之前反复在说这个它的一个大趋势，我并不会在今年，还有就是在高位的时候呢，去主张去做多单。最主要就是一些产业资本的一些问题，包括金融资本的一些问题，包括个人投资者在这个市场，它是3个不同的一个群体。那在这里的话，由于我要做视频呢，我要把这个压缩的时间要短一些，所以说我就大概覆盖了一下。就是前面这一波大跌的时候呢，它有一些金融资本，它肯定是有一些行为的，这波大的波动不是一般的资金可以去推动，3天的时间就跌了1000多点，包括这里也是一样的啊。就是我们在这个位置呢，就是我反复在说要多一些耐心。最主要就是市场，我们左侧交易和右侧交易，它中间是有一个衡量的标准。就是怎么样的衡量标准呢？就是左侧交易你只能找到历史上的一些规律，或者说是你对一些事件上面的一些判断，从而去判断这个市场它是怎么去表现的。但是你在右侧的时候呢，你有很多不确定性的因素，包括本身我这里做一个标注啊，本身它是做一个下跌，对吧？就是在大级别，你在日线上它是做一个下跌的，但是你在小时级别，那我用绿色的去表示吧，它有可能是上升的，对吧？它的趋势是不一样的。也就是说怎么样呢？就是我们讲到一些技术理论的时候呢，就是小级别套大级别，大级别或者是套小级别。就是怎么说呢？你在这个位置，你在月线上面5596，对于黄金它这个高点不会去冲破呢，那它来讲就会进而去选择下方的一个低点。最主要是它什么时候去破低点，那我们现在不知道，它就是在这个空间里面去做一个大幅的一个震荡。那我们在之前月线图表上面，我们看一下啊，在之前月线图表去看的时候呢，那我也一直在说，就是不管什么级别，它都会是高点和低点的一个交替，对吧？那在月线上呢，它这个高点它不会去破掉之后，它进而会去向下去寻找低点，对吧？那现在低点来讲，在月线它已经是连续走了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根阳线，它最终来讲的话，这里都会去阴阳的一个交替。那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去揣测它右侧未完成的一个走势，它怎么去具体去走，我们是不知道的。但是我们要知道，你左侧交易的时候呢，这些位置是你做多的时候，但是你在这个的
位置呢，你要去考虑这是高位还是低位，对吧？这是很明显的。那我们在这里就不去说。然后你在周线的时候呢，周线这里它已经是几个周期它没有去创新高，那来讲的话，你在周线比较明显的就是你这个5595这个高点不去破，那你下面的低点就是这个位置。那它在这中间做一个宽幅的一个震荡，那我们要这里面你就很好去分析，你把它切开的话，这肯定是个高位，对吧？那这是低位，是吧？那你中间的过程，你不要去做任何的交易，你的位置是比较好的位置的时候呢，你在这些位置是高位的时候呢，那你的订单就应该去持有。那对于大的一些方向，因为我在YouTube 上面的视频呢比较少，那我只能说是没办法，有些是已经过去的东西，还有过去的一些视频呢，那我就不去上传了。只是现在你们大概去听一下，就是我的一些观点，就是后面相当长的时间，也许是3到6年，我不会去主动去做一个大的头寸的一个多头，我会以空头的头寸为主，然后多头呢是在下方，在一些关键位置我会去做一个对冲单，这就是我今天要讲的对冲单的形式呢，让自己的利润呢去奔跑。又比如说是你在这里判断出来了个方向呢，那你像在黄金的话，你在这个位置，它现在只是一个30分钟级别的一个下跌，就是从这个5410多点这个位置的下跌呢，它只是一个30分钟级别啊，它并没有转向一个2小时。那它来讲的话，我们在这个位置，它的一个关键位置呢，就是之前说的5046这个位置它破掉了，对吧？那它下方还有一个位置就是4842。那我的对冲呢，我今天是做了2次的对冲，还行吧。然后你在这个位置的话，我刚刚结束的一个对冲单呢，是在5035的时候做了一个对冲，我是在5分钟级别的啊，它破了前面这个低点之后，我在这个位置做了一个对冲，我把这个给你标注一下吧。我在这个位置做了一个对冲，然后在5198的时候，我在这里出掉了5198这个对冲单。我一般对冲单的头寸比较小，比如说我上方我的大的5400附近的空头呢，我是1.6手的订单，但是我在下方每一次这些位置的时候呢，我去做对冲单的时候呢，我只会去做一个0.2或者是0.3的头寸，我不会去做全部的头寸啊，因为你做全部的头寸的话，你会导致你有一些利润的损失，因为它这个方向已经出来了，对吧？它方向出来之后呢，你就要让自己的空头的订单呢，你去利润去奔跑，这个是底仓，对吧？你后面这些你做对冲的这些小的头寸呢，你可以有2个因素，一个呢，它是去做一个心理的一个测试，就是你来讲的话，你做了一个对冲之后呢，使你的保证金下降，然后你的头寸管理更合适。那第二个呢，你就是一个对市场的一个测试，就比如说我在这里，在这个位置对冲了，对吧？我锁定了一些利润之后呢，你去观察这个市场，你这个位置从你对冲的这个价格来讲，对市场有没有一个衡量的一个标准，对吧？那这就是我们后面在具体讲到头寸管理的时候呢，会再去说一下啊。就比如说是你在这里做一些对冲单的时候呢，原本它只有400点的一个利润，但是你作为对冲的话，有时候可以做到
430到480点的一个利润。这就是等一下我把这个重新写一下吧。本身它只有400点的一个波动，但是你通过对冲的话，可以做到430到480的一个利润空间，这就是对冲的一些技巧。今天又是元宵，然后外面又在放炮，如果你们听到有噼里啪啦的声音的话，也谅解一下啊。毕竟现在这种好的行情、好的走势比较特例的这种呢是比较少，所以说我就想着是在行情边在演化的时候呢，我们去做一个分析。而且我看一下，用这个图表去说吧，用这张图表说就比较方便一点。就是现在来说的话，对于我们在5分钟图表上面，它现在这是一段走势，这也是一段，这是一段，对吧？它都是5分钟级别的。那从而它构造的是一个30分钟级别的一个走势，就是扩展嘛，对吧？那在这个位置呢，那还有一个就是比较重要的，离目前最近的一个中枢是在这个区域。那它的底沿，它的下限是5157，也就是说，如果说是这波反弹反抽，你也可以说是反抽，它不过这个5557.73，那它就是属于一个第3类卖点，也就是做空，对吧？如果说是你像股票只能是做多呢，那你就要抛掉。如果说是可以双向交易的品种，外汇期货，那你就可以去做空，对吧？那这是要讲的一个，就是现在它的级别是30分钟，然后它的空间没有打出来之前呢，我不认为它这里会去做一个2小时的一笔反弹，在这个位置，我不认为它会去做一个2小时的一个反弹。它如果说是非常规呢，就是怎么讲，我们就是在做分析的时候呢，都会预见，市场会有一些走势呢跟自己是相违背的，那我们就要去怎么去应对。这里面就是除了仓位的控制呢，第二个就是你要把关键位置找出来，就是前面这个高点接近5240到5250附近，对吧？那它万一就是怎么做呢？就是走一个比较强势的一个再延续反抽呢，对吧？它也可以，对吧？那它在这里就会给我们机会，我们再去开一个订单，去做一个空单，都是可以的。也就是怎么说呢？就是我们要通过自己的仓位管理，合理的去利用我们的操作策略，在什么位置，在什么关键位置去做什么行为，这就是我们整个交易流程当中要去学的一些东西，并不是说是我们去研究单个 K 线或者是一些技术理论，把这个市场化的一些行为呢固定了，然后给它设立了条条框框的，就是你下跌必须多少幅度，你上涨是多少幅度，这个是不对的啊。因为怎么讲呢？任何交易品种它都是以货币的形式去定价的。那全世界现在都是债务经济的一个模式，其实从资源还有从我有点咳嗽啊，就是从资源还有是以货币为定价的呢，除了民生以外的很多东西呢，它都是一个长期来讲，你说几十年、几百年，它都是一个上涨的一个趋势。我们不说股票啊，我们只说是一些大宗的一些物资，你除了一些民生的，它用一些政策去强制性的调控之外呢，它基本上都是长期是向上的，只是有一些它是趋势是一直是向上，然后有些是什么，就是大幅的上下波动，底部是缓慢抬高的。你有比如说是黄金，黄金的话，从季线图表，它走了几十年的一个大牛市，从1999年上涨的话20倍，对吧？但是你去看一下白银，白银的话，它就是波动比较大，每次上涨10倍之后，它都会大幅度的一个调整，基本上会缩水70-80%，对吧？那这里的话，白银的话，我就附带的去说一下，白银的话，
在这里来讲，我依旧是看空啊。我们最后的防线的位置的订单呢已经做了95.89，那这个空单呢我们是一直去持有的啊。这个95.89的这个位置呢是在2小时上面在说的，就是2小时当时在视频里面分析过，一个是92.21，然后最后的一个防线就是95.89，当时头寸开的比较大。它现在来说的话，白银也走的是一个30分钟的一个下跌，那我们现在只能去继续去等待。它在这里来说的话，可以去做一个30分钟的一个反弹，它可以去做一个30分钟的一个反弹啊，这里。但是它这里的反弹呢，就有一个压力位85.19这个位置，它不过这个位置呢，那就也会去形成跟刚才讲的类似的一个卖点，第3类的一个卖点，好吧？在这里空单继续持有，然后你在一些关键位置呢，要去学会关键位置做一下对冲，然后你对冲的时候达到了一些反弹的一些压力位的时候，你可以去把一些对冲单去出掉，然后这就是个反复过程。每次下跌你到一个关键位置可以去做下对冲，然后反弹到一些关键位置的时候，你可以把对冲单出掉，你这样的话可以把自己的利润吃足，这是比较好的一个策略吧，好吧？就在这个位置我们还是等啊，就是我们再看一下日线就怎么讲呢？从日线角度来说，我以前也听过我视频的人长期跟踪的呢，就是一直在防御它去走一个圆弧顶，就这个圆弧顶呢，一旦走出来呢，它的时间跨度就会比较久。那我们就看这次它是怎么去演变吧。你不管怎么去演变啊，它最终来讲的话，就是一个高点和低点的问题。你不出这个5595的历史新高，你就会去向下去破这个新低。这中间的过程是比较艰辛的啊，我也知道，黄金在高位呢，它震荡，它不会一时半会，也不会去下来，在月线还有季线上面呢，它时间还不够。那在具体的一些分析呢，我在后面再出一期，关于白银的中期的一些判断吧，就是在YouTube 上面发的这个视频。是对以前的分析作为一个补充，那个时候会说的比较详细一点。那这个视频呢，我就暂时做到这儿吧。然后就是空单继续持有，这些反弹呢，只是一些小级别的一些反弹。那好吧，我就说到这儿啊。